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大家新年快樂！今天開工第一天，我們節目馬上會來進行今天的最新話題。首先歡迎來賓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新年好。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開工的第一天，趕快來看到國際上面今天來眾所矚目，大家在關心的消息就是川習會，現在看起來即將要進行，但是勝負已分了嗎？川普這個時候痛失了他的關稅大刀，習近平是否會重新透過掌握大豆稀土的王牌來制勝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三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讀的，就是因為最高法院已經判川普的關稅是違法的。那接下來，川普還有什麼籌碼呢？在接下來的川習會上，能和習近平來做談判。第二件事情，是不是習近平接下來會借由大豆跟稀土來掌握？他會如何來做掌握這兩張王牌呢？第三件事情，我們看到川普的關稅戰從去年實施到今年哦。結果目前為止，在美國的部分，貿易逆差卻創下了新高 ，GDP 成長放緩，到底誰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呢？今天會一起來做解答。好，我們趕快來看到的是川普痛失他的關稅大刀，因為呢，最高法院就在我們放年假期間已經宣布了，川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對中國加徵了20%關稅，最高法院是來自於美國的，他說呢是違法的。那麼也在這個時刻非常的敏感，因為川普他即將要起身去北京來跟習近平來進行這一場川習會，現在看起來對他相當的不利。來自於彭博社特別做了報道說，去年中美之間的貿易戰，針對川普的關稅，這個一度呢，它是提升對中國的部分達到145%的高關稅，要威脅習近平，但是現在被最高法院打臉，等於說川普更難施壓習近平了。復旦大學的主任是這樣說的：這一項裁決讓中國大陸處於更強勢的談判地位，而大豆將會成為中國大陸手中非常重要的王牌。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接下來的習川會即將登場，川普還剩下什麼樣的籌碼？而習近平手上握有的不管是稀土、大豆這兩張王牌會怎麼來做使用？貿易戰打到這裡，我可以說中國贏了嗎？委員怎麼解讀？中國不止贏了，而且是贏麻了。當然也不只是中國贏麻了，加拿大、墨西哥都贏麻了。因為全世界只有這3個國家被用所謂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課徵芬太尼關稅，每一個都20%，現在無效了。那無效，你說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就是從中國進口貨品的美國進口商，每一個人都會跑去跟川普要錢打官司，所以川普會不勝其煩。那去打官司的時候，當然需要中國出口商提供很多資料，比如說成本啦、報價啦、通關啦、費用啦，還提到美國法院去說，你看證明這稅是我交的，這個中國到出口商沒有負擔任何關稅費用，這一部分習近平可以幫助這些進口商很多啦。那這個時候，川普只好拜託。中國可不可以手軟一點？不要幫那麼多，到時候他賠不完了。光這樣子的，中國就居於談判地位了，更不用講說什麼稀土啦、大豆啦，還有很多的管制物品啦。當然了，這個美國也講說，哎呀，我的什麼 AI 晶片 H20不賣給你，現在也賣了。為什麼？因為他說只要黃仁勳願意繳20%的關稅那就可以賣給中國。然後問題是20%的關稅也不台積電出的，也沒有關係啊。所以我只能說，習近平贏了麻了。可是這個比較之下，川普是輸慘了輸慘了。他現在需要能夠談什麼再來，他們可能會談到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似乎是這個習近平主動提出來談的，這代表什麼含義？代表過去都是美國主動來跟中國談。不要威脅台灣不要製造事端都是美國在下牌的但是現在被中國在先排了為什麼？因為中國就是說倒過來把台灣當作談判籌碼。這個你要不要支持中國統一要不要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你不支持的話，我接下來有些什麼動作？那你要讓什麼步？現在是中國已經到了可以倒過來拿台灣作為籌碼來逼美國退讓。不一定是在台灣政策上退讓，可能也會在很多地方來退讓。現在我以前跟大家講過說，台灣這個籌碼不一定是美國籌碼，倒過來可能是中國籌碼。你要我不打台灣可以，你給我開條件來。這對習近平是大好的條件啊。因為現在美國不敢講說，你打台灣我就跟你打，以前沒有人敢這樣講了，只有那個傻不愣登的那高市早苗想要尬一腳，現在也退回去了，所以台灣已經變成中國的籌碼，不再是美國的籌碼。當然，現在在過渡階段，你可以看到說，好像美國籌碼，好像中國籌碼，其實不是。你只要仔細觀察，已經變成從美國的籌碼開始變成中國的籌碼啦。所以這一點呢，對川普來講，他會進退兩難。那其他的這個大豆，那當然了，因為是今年要選舉，所以大豆才重要。對，今年不選舉，大豆就不重要。大豆是1年產一次嘛。那這個讓習近平更有談判的地位了。但是相信的就是他們談的不止這些經濟問題不只是台灣問題，還有很多國際戰略的問題。這個比如說美國要不要支持日本加入這個所謂的安理會5常啊？中國說我絕對反對你美國拿什麼來換？是很多籌碼可以談的啦。那這個俄烏戰爭，你要我幫你什麼忙？你自己講嘛。然後這個伊朗問題，你要我幫什麼忙？大家可以談嘛。我不管事就是幫你忙嘛。所以國際政治就這麼現實嘛。現在整個中白，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的這樣的一個裁決。那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不是為了中國好、加拿大好、墨西哥好，是為了他自己的老百姓。第一個，你這個很明顯的，美國的憲法規定，這個關稅的權利是在美國國會。那美國國會有沒有授權你？他說這個權利法案並沒有授權給你啊。那你現在受害的又是美國的這企業界，美國企業界連個玩具廠商都跑出來告你啦，因為他們是受害者。現在發現原來出口廠商不是受害者，美國進口廠商才是受害者。那美国消費者是受害者，所以美國最高法院那個錘子一敲下去，心裡面是很坦然的嘛。輸的是你川普，因為證實一件事情，川普剛開始都說這個是貿易逆差，是這個被外國剝削，賺你錢是真的，但剝削是假的。你自己心甘情願買，你不夠買也不能跟別人買啊。還有更重要，他講說，讓我們美國製造很多的失業，你講什麼謊話？美國失業率現在只有4%，中國失業率還5%多還有歐洲的失業率都比美國高啊！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對，所以整個川普因為這一個裁決，整個他的錯誤政策暴露在美國人面前，所以他今年選舉會大敗，而且可能會慘敗，所以他現在是防止大敗變慘敗的過程。好，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最高法院的這一場判決，現在看起來對川普來說，整體看起來是相當不利。那針對於中美之間的談判，接下來的習川會有什麼樣後續的影響？等一下我們請楊老師來繼續帶我們看。那等於說，目前中國大陸手中除了掌握大豆稀土跟台灣問題的這個主導權之外，我們也來看到現在中美之間在彼此的进口市場的份額到底表現如何？商務部來自於美國的商務部最新的統計說呢，中國大陸從美國進口的市占率已經正式的跌破10%，創下2000年以來最低。等於說中美之間的貿易現在是在加速脫鈎，但是呢，要注意到另外一個數字又比較不一樣了，也就是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這個金額3080億美元，雖然是下降了，但是其實占比還是蠻高的。那上海的復旦大學學者他認為說，最高法院的裁決接下來會推升中國大陸對美的出口，但是重點來了，接下来中國厂商也對川普很沒有信任感，所以恐怕影響中企對於美國的投資。老師怎麼看接下來的川習會？我們看2024年的時候，中美的貿易總額是6881億美元。到了去年2025年，现在確認數字不到6000億，所以呢，你就從10幾%降到只剩9點多%，就佔美國的整個市占率，它的的確確是降低了。這個當然跟關稅有關，那當然也跟就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科技戰這些都有關係。可是它顯現的幾個數字，我們更深層、比較深刻的去看哈。第一個，就最重要的是這個美國的這個貿易市場替代哈。其實，尤其是勞力密集的東西，過去中國所做的，事實上是大概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進口來源，對美國市場。
現在呢，因為過去的中國加一再加上這個關稅戰，所以它分散到別的國家去了，啊，分散到別的國家去。那可是呢，這個我們剛剛也看到，從中國進口的3080億美元，還是佔整個美國就個別國家進口是最高的。所以有一些中國的商品，它已經就是說整個結構提升，它不是單純的只是在做勞力密集的了。有一些電池啊，有一些這個其他的東西啊，其實都從中國進口。因此呢，它的量還是在提高，還是佔第一。可是它總量是在減少，因為有一些勞力密集到別的國家。那到別的国家對美國什麼影響？現在美國不只是對中國課稅，對全世界課稅。所以你到別的國家去，從別的國家進口，並沒有因此便宜。而且事實上，你從別的國家進口，它整個供應鏈一定跟中國連接在一起。你從越南進口，你從印度進口，他們所這個生產的是不是中國的厂商、台灣的廠商，甚至它的原料或者它裡面的重要的技術，是不是跟中國結合在一起？是不是跟亞洲的這整個供應鏈結合在一起？所以到後來呢，這個供應鏈變貴了，你的稅還增加了成本。因此呢，你不從中國進口 ，OK， 你從別的國家進口，事實上美國等於是負擔更多。对，這個從一個國家的經濟跟貿易角度而言，其實這個就是政治介入到貿易的環節，使得人民的負擔更大。那它當然就會產生生活上、民生上，甚至通膨上的壓力。那我必須要提到，另外也就是說，其實中國現在當然它也就擴散到非美市場。你看到歐洲、東南亞，然後呢，拉丁美洲現在都是第一大貿易夥伴。那這一陣子呢，德國。中國大陸又成為德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所以呢，美國雖然失去第一大貿易夥伴，總量降少，但是呢，它的產品的這個結構在提升，然後呢，美國就跟別的國家去買，其實最後還是跟中國供應鏈結合在一起，更貴的東西進口到美國，也就是說讓大家都賺一手。的這種說法，那中國大陸呢，也因為這樣子而去開拓的就是非美貿易，這當然也跟川普的貿易戰，它不只是對中國課關稅，它對全球課關稅，那大家也開始願意去跟中國更進一步加強貿易關係，所以整個川普根本就真的是川建國，現在是真的是幫助中國大陸貿易的拓展，然後呢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這倒是真的。我們看到24年到25年。的一個發展趨勢。所以整體來看，川普的關稅戰打到現在，減少了對中國商品的購買的依賴哦，但是跟其他國家改購買其他國家商品，反而造成美國自己的进口商品的這個費用變高了，消費者自己去買單。川普原來他關稅戰的利益就是要振興美國的制造業跟經濟，但是我們也要來看到現在有幾個數據真的是打臉川普。首先，在美國的最高法院裁決這一項決議的前一天，美國公布它的去年2025全年貿易逆差1.24兆美元，創歷史新高。第4季度 GDP 只有1.4%，遠低於市場的2.8%，而且通膨仍然在持續。呂艦長怎麼看？有關於通膨的問題啊，川普只有一個解方，就是罵聯準會的主席鮑爾，那這是他的一個解方。但是我們從關稅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其實川普從來他的對於對等關稅從來就不是只是針對關稅本身而已，他其實在這個有關於地緣政治上面，它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意義，也就是它其實最重要是要拆解中國大陸的這一個供應鏈。那這是一個部分啊，但是呢，他原來是想這樣做，但是事與願違，朝着相反的方向，反而是因為這樣的一個他提出对等關稅，然後中國不退不貴，然後反而讓中國大陸成為這一些南方國家的真正揚手，然後需要團結的對象。另外，我們講到的就是卡尼在達斯沃那個論壇裡面講到的，中等強國必須要團結一起，因為大家都被川普欺負得很慘。這個也就是我們講到說，如果說從這個關稅來看是如此，但是如果說從美國國內的經濟來看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有關於實際 GDP 的一個變化的狀況。其實我們應該看的是從第一季開始，因為第一季其實是跟川普就任開始。可是如果我們這樣看，現在
就是才剛剛過去的第4季，其實是最糟糕的這個部分，因為關稅所產生的所有的副作用，通通在這裡產生。那而且呢，我們這邊所看到的，也就是這個有關於私人國內的一個投資的總額，其實在不斷的萎縮，但是個人消費的支出，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深紫色的這個部分啊，那其實我們看到這一個時間是感恩節所造成的這個黑色星期五的這個大採購啊，那但是呢，它還有一部分，也就是聖誕節的預期心理。那但是推到這個時候，其實只剩聖誕節了。但是我們來看這一些部分呢，也就是川普是怎麼講的？川普說，其實為什麼我們看到這一個有關於紫色這個部分，也就是貨物及服務進出口的部分完全的萎縮，跟誰有關？跟國會有關啊！他直接甩鍋國會，因為國會關門嘛。那關門不是他認為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實際上來講，這個是國會對於牽制川普的一種方式。所以我們看來看去啊，那其實川普要為這個第4季的這個 GDP 的大幅的縮減負最大的責任。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關心到的是川普這一回輸不起哦，因為這個關稅違法，恐怕呢接下來美國政府要退回去的是5.5兆換算新台幣，讓川普是氣炸了，所以他就怒拋了122條款，要再針對全球課徵15%的關稅。接下來美國的經濟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尤其現在最新的民調顯示，60%美國人對於川普的關稅戰是非常的不滿意的。我們今天一起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其實呢，這個關稅違憲這樣子的一個消息傳出來，是在20號的時候，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他所宣布的。這個川普的關稅政策是違憲的，那主要就是他之前依照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是有問題的，所以接下來恐怕要退回去的金額超過了1750億美元，換算新台幣5.5兆元的一個稅款哦。對於美國政府來說，負擔恐怕是相當大。那其實呢，先前在這個最高法院提出這樣子的一個違憲之前，就有許多的進口商針對川普的政策表示非常的不滿，其中一家進口商是在伊利諾州主攻教育玩具市場的公司，叫做學習資源。它這一間公司呢，90%都是在做中國代工的，在去年繳納的關稅實在是太驚人了，1000萬美元的關稅哦。這家公司後來成為扳倒川普關稅巨獸的一個關鍵推手。除了美國自己這一間玩具公司的這個成為推手之外，各國品牌也針對川普的關稅提告，並且要求退關稅，包括了哪一些知名廠商呢？像是日本的豐田子公司、美國好市多，還有這個輪胎大廠，還有美國鋁業、日本川崎重工等等，這麼多的公司對川普提告，所以最高法院這個判決一下來之後，川普也沒有再讓的，繼續針對國際多國再繼續的課徵高關稅。就在最高法院宣布的同一天，川普又在宣布對全球商品加徵10%關稅，緊接着隔一天哦，還是沒有停下來，再祭出了1974年當時的貿易法第122條，授權直接對全球商品課徵15%的高關稅，重點還是立刻生效。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的這個最高法院的裁決，川普恐怕得退5.5兆美元關稅，到底接下來誰吃虧？是企業、川普還是美國自己的經濟？委員怎麼看？從去年年初，我在這個節目或者其他場合，我一再講，川普的關稅叫王安石變法，一事無成。現在不但預測成真，更重要，我今天可以再宣告一次，川普的關稅 game is over。那有很多人在這2天啊，在講說，哦，川普這個不行，還有別的工具，還有122啦，什麼232啦，什麼338啦。我跟各位講，那種言論都是 bullshit， 都外行人講的話。我來解釋給大家聽哈。今天這些人會出錢去打官司，美國打官司是很貴的哦，打到最高法院，因為它只2級，高等法院跟聯邦行政法院跟最高法2級就結束了。然後
要花很多錢去打這個官司。今天贏了，就開始第二件事情來了，進口商要跟他要錢。我剛才講過了，中國提供材料給他，或者各國提供進口商材料來告他，你要退我多少關稅？第二個，現在是進入政治鬥爭了。什麼政治鬥爭？那個剛才講那個玩具廠商是伊利諾州的，伊利諾州的州長啊，叫做叫普利茲克啊，普利茲克啊，普利茲克是誰？就是君悅集團的老闆，凱悅飯店集團的老闆啊，他在美國很有名，就是我自己競選，我不用募款的啊。然後他是做得很好的一個州長，而且是民主黨現在3大下一屆總統候選人。那他現在丟出一個東西，提高聲望，他一定咬着不放了。他說：“我伊利諾州的所有的消費者，總共為了你的關稅付了多少錢？現在你要退我們伊利諾州每一個人1700塊美金。哦，你看你給不給？哎，你給也沒有選票，你不給也更沒有選票。然後共和黨每個人都擠得如熱鍋螞蟻。”所有民主黨的州都會效法，你看着好了。只是他比較聰明，找了很多會計師先算好了，拿證據給你看，一個人1500塊，你給不給？哎，一家4口是多少錢啊？是，對啊。所以哦，川普這個已經掉入泥潭了。再來，他用所謂122條關稅哈，也會被告，因為這個關稅第一個只能150天，啊，你要國會延長，國會不肯跟你延長，誰敢？因為今年年底要選舉，誰敢啊？啊，那接下來哈。他這個為什麼？他因為這個條文有2個先決條件，第一個條件必須國際收支逆差。問題是美國有貿易逆差，沒有國際收支逆差，很多人搞不清楚裡面區別。法律上寫的國際收支逆差，他溫系耶，有告他一定輸。第二個要美元嚴重貶值，很抱歉哦，美元現在還升值啊，從昨天還升值。好，還有美國的經濟嚴重不穩定，我講過啊。美國通貨膨脹跟其他國比啊，你在講什麼話？3%通貨膨脹，你在叫什麼？再來，你說美國的那個什麼失業率，你比中國還低，你在叫什麼？比歐洲還低吧？你在叫什麼？所以找不到一樣總體經濟數據說美國經濟有困難。美國真的有困難，是社會問題有困難，政治有困難，經濟反而沒有什麼太大了不起的困難，所以完全沒有辦法構成課徵122條的先決條件。有去告川普又會輸，那你要不要退錢？所以共和黨深陷泥淖。我跟你講，不止今年會輸，川普這樣搞下去的話，2028共和黨一定大敗。這個本來民主黨是沒有力氣的，沒想到川普這樣一搞，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國選民經過這一次的關稅事件，的確已經證明說，原來負擔稅金的不是外國出口商，對，不是川普所講的，都是美國人自己負擔的。所以今天。美國要出現一個很嚴重的生活困難，我剛才不是經濟問題哦，生活困難是社會問題。因為美國的經濟成長還有到達2%到3%，而主要的動力是多少？是70% 的消費者支出。消費者支出裡面就有7C標準，70% GDP 是消費，然後消費的70% 是什麼？是服務支出，不是商品支出，什麼醫療啦、打高爾夫球啦。這個川普總統打一場高爾夫球可以讓1000個人買漢堡。這價錢差很多，所以它服務支出非常的龐大，而且更重要，這個所謂的消費支出裡面，不管服務支出、商品支出，10%所得人消費的整個一半，而且集中在服務支出，所以剩下的那一半的人就擠在這裡面，你看怎麼辦？90% 人擠在那個50% 的消費裡面，所以當然很多人社會問題就出來了。所以美國整體經濟是好的，但是美國社會嚴重消費嚴重不均，那是誰搞的？就是你搞的啊。那你說這些人啊，再怎麼始終共和黨的，都會投票反對你嘛。所以我覺得你在克什麼不公平貿易沒了啊，還克那個什麼國家安全稅沒了。不可能的啦，已經結束了啦。所以我說 game is over。好，所以現在川普在祭出各種招數，恐怕都沒效了。那這樣看起來的話，5.5兆元是退訂了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接下來對於川普的影響？我是贊成蔡委員所講的，川普的關稅政策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但是川普還會在胡同裡面繼續的纏鬥。因為他是總統，他有3年。他根本不在乎後面的這個選舉的輸贏了，所以他還會繼續纏鬥。那有沒有法律工具？其實他說他有啊。那有沒有政策工具？那就更多了。那個政策工具甚至是一種威脅、脅迫的外交的這種政策工具。所以你看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國家敢跳出來說
我要跟你重談。有兩個地方了哈，一個是歐盟，一個是印度，稍微要把這個案子放緩。歐盟說現在這個跟美國談的這個協議哈，建議先不要處理。那印度呢，現在也在放緩，所以大家其實也都在觀望。我覺得大概只有2方面哈，能夠真正去在這個死胡同裡面跟他纏鬥的時候，讓他真的能夠去看到他是沒有什麼未來的，他的關稅政策。一個是美國內部的反彈，另外一個是中國的做法。我們看到過去在2025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的反制已經使得美國的川普的關稅政策面臨到就是基本上一槍斃命的那種稀土大豆，就他沒有辦法，所以他必須要休戰。可是現在美国內部的反彈就是很清楚，一個是通膨造成民意的問題，第二個就是大家一直過程當中低估了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对于美國社會的影響。因為大家都認為美國人很多人念律師的，那個 law school 是很多人念，所以他對法律，尤其是最高法院最後的這個判決，尤其這個判決有2個人還是川普自己在第2任時候提名的大法官，他的判決就代表的是正義的最後防線，在美國的很多的這個觀點裡面，所以現在在國會裡面，在民意裡面，在媒體裡面，基本上關稅政策已經就像是個落水狗，也就是說他已經走了死胡同，大家都在打他。可是呢，他就用各種纏鬥的方式。剛才講到了1974年的122條款，蔡委員講國際收支沒有說什麼不平，美國的國際收支剛好打平。為什麼？它是貿易逆差，可是它投資全世界對它的投資的金額剛好打平。你不要忘記還有個服務業，事實上的服務業還賺得蠻多的。美國的 Apple 算是服務業的，鴻海算是那個輝達算是服務業哦，它不是像我們的台積電是製造業啊。所以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大家開始在要求退稅，退稅一定是搞了好幾年，一定很拖。還是有它一些政策上的工具，它可能有301啊，但這個大概都不可能像是全球对等關稅一樣，它可能針對個別國家、個別的產業232，還是可以跟我們繼續玩下去。然後呢，就要看現在他4月份去中國大陸的時候，中國大陸說啊，你那個單邊的關稅，你現在最高法院已經否決了，你還可以對我這樣子磕嗎？那如果你還繼續對我這樣磕，那我就會有反制。是，我的反制就可能再一次的大豆，再一次的稀土，川普就會退。那這個時候呢，可能他的這個關稅政策就真的在死胡同裡面，真的是玩個寂寞了。好，所以川普把自己鬧入了這個死胡同裡面。那對於接下來，我們等一下請艦長來看，期中選舉的選情跟美國明年的經濟，還有今年一整年的經濟表現，又會有什麼樣的衝擊？現在其實美國的最新民調是有60%的民眾是對川普的關稅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滿的，只有30%幾的人稍微理解川普的關稅政策。那日本的這個貿易機構也預估了，是說川普的關稅政策傷害最大的其實是他自己美國本身的經濟，2027預估 GDP 恐怕掉2.7%。共和黨人其實現在也都非常的緊張哦，因為他們認為說已經要進入到期中選舉的一個時刻了，川普還搞這一套。那還好，這個最高法院的判決反而是讓共和黨人可以因此鬆了一口氣嗎？接下來有關於經濟跟共和黨選情，艦長怎麼看？有關於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是經濟還是共和黨選情的部分啊？我們就要這樣講啊，期中選舉上面沒有川普，上面只有共和黨。那對於選民來講，我不高興，我對於川普不滿意，可是沒有川普啊。對，沒有川普的情況之下，那共和黨是誰，我就來報復誰，投民主黨。這個就是一種很簡單的一種投票的邏輯啊。那如果從這我們來看啊，這個《華盛頓郵報》最近2月12號他所做出來的這一個民調來看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總統的支持率其實降到39%。那其實這個也跟他就任以來也已經是第2次39%，已經是很低的部分啊。那然後對他的支持率60%，但是這60%我們大家特別注意一下。有47%是強烈反對的，那也就是說，在這個裡面討厭他的人，對於他的施政有意見的人這麼多，那他到底施政哪裡出了問題啊？我們來看一看啊，對他不贊同的部分，那我們來看從下面來看啊，也就是對於通膨、對於這個關稅以及對於國際關係，這也就是現在美國人出國，其實對到各國去，不要說太遠的地方，
就算是到加拿大，加拿大人都很唾棄啊。那如果是這樣的話，美國人其實感同身受，他們是知道的很清楚說，其實這都是川普惹的禍啊。那如果說我們繼續的往下看啊，就是有關於行政命令的部分，我們看到川普一直在簽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是什麼？也就是法律規範之外的，他要用行政命令來規範。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來看到，有關於真正贊同他，我們講到，也就是美國大多數人真正贊同他的人呢，其實只有33%。其實我們看到這65%都是反對他這樣使用這一個，我們講到說這種工具的啊。那其實大家都忘記了，川普當初他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上一節有特別講到，有關於他對於地緣政治，第二個有關於供應鏈的部分。其實川普最意外的，也就是他其實想要再工業化，再工業化也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但是這件事情它是有非常長的递延效果的，這個遞延效果還沒有產生，就已經要選舉了。所以其實我們這樣看啊，這個今年11月的這個其中選舉啊，川普應該是大敗無疑啊。好，謝謝縣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趕快來關心到中東情勢哦。現在是不是美國說的開戰倒數正式的進入10天內？川普也下了最後的通牒，包括了祭出在中東附近的雙航母。那麼另一頭呢，我們要看到中俄現在聯手鎖住海峽，荷姆茲海峽。今天會一起來關心在中東的整體情勢。好，現在其實非常的緊繃，因為川普下的最後通牒对伊朗，一方面是好好的談，另一方面軍事上面也有祭出新的動作。川普在政治上面對伊朗下了最後通牒，說10到15天，我給你一個期限。如果呢核談判還是沒有辦法突破的話，不排除動武了。那確實現在看到了，包括福特號跟林肯號都已經正式的進入在地中海跟阿拉伯海域，等於現在在中東地區已經針對伊朗形成了一個南北的夾擊態勢。其他強化部署的部分，我們也來看到美國祭出的各種270架各種的戰機進入隨時可以發動一個遠距離精準打擊的預備狀態，並且呢也出動了美國的電戰機，它的各式的預警機，並且在 F-16上也是第一次掛載代號是憤怒小貓的先進電子戰的吊艙。我們來看到五角大廈也跟川普提出了很多他接下來可以使用的方案，這些方案包括了有限的精準打擊、分階段的升級，還有一個是斬首行動，這是最高的一個行動，斬首行動。那現在美伊到底有多緊張？我們看到包括了南韓跟波蘭政府已經公開呼籲自己的公民趕快離開伊朗。那學者也做分析了，美國跟伊朗現在其實是在高風險的一個狀態，一旦雙方有任何的誤判，就會升級為區域性的一個衝突。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的，川普的極限施壓，雙航母都壓境了，能逼伊朗退讓嗎？那如果真的動武，可能會採取哪一些軍事行動？委員怎麼看？現在能夠救川普聲望的只剩下伊朗。他必須在伊朗裡面建功立業，才有辦法救他自己的聲望。那要建功立業，必須得到什麼？得到以色列的絕對安全。以色列絕對安全有幾個步驟：第一個，要求伊朗廢核；第二個，要求伊朗限武，就是限制彈道導彈啊；第三個，叫鏟除革命衛隊；第四個，鏟除神棍政權。那這4個步驟都完成的話，以色列的安全是絕對保障的。而且可以使得伊朗不成為中東的霸權。至於所謂區域衝突，不會啦，打來打去就是美國、以色列、伊朗，沒有別人會參加啦，別人也不會受損啦。那大家在要求說公民撤離什麼，就是看法跟我一樣會打仗啊。那川普一定開的條件哦，他的個性是這樣的：你如果退一步，我就繼續加碼；退一步就你可以看到關稅政策就有這種跡象了，所以會壓到了伊朗沒有辦法答應的程度。那怎麼開打啊？雖然有人講說是什麼有限精準打，什麼斬首行動，其實一樣的東西。他第一個他只會用大轟炸，那現在只是看他的本事。
他能不能像貝爾格勒大轟炸連續炸了70幾天？他如果能夠連續炸個100天，伊朗一定垮了嘛。因為他炸的不是老百姓，他炸了政府機關、革命衛隊，而且伊朗是毫無反擊的能力。那有人在講說什麼中國、俄羅斯啊，跟那個伊朗啊，在那什麼阿拉伯海啊，在這演習，那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啊。中國、俄羅斯也不敢插手，也沒有能力插手，因為這一場是空軍之戰，中國跟俄羅斯在那邊毫無空軍可言嘛。那對這個伊朗，他現在要面對的剛好就是這個政權最脆弱的時候。他這個經濟搞垮了，社會聲望也搞垮了，政治的這個所謂威望全部都沒有了。那這個就是美國推翻這個政權最好的時機。那有人說，哎呀，大部隊没有上去就沒辦法推翻，這個跟阿富汗不一樣啊。阿富汗是說你要重建一個政權，你要保護新政權才需要這麼做，他根本要成立政權啊，他就把老的政權炸得稀里嘩啦的，讓他到處跑，癱瘓掉就可以了。因為他現有的國防軍就有機會，國防軍很想政變，沒機會政變，你創造他們讓國防軍政變的機會，沒什麼不好啊。所以不是伊朗本身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反對美國去轟炸伊朗。甚至有的還暗中竊喜，你最好把這些哈梅尼都炸死了啊！只是情報靈不靈而已啊。所以這神棍政權、這革命衛隊聲望已經掉到谷底了。現在就看川普如果把這些鏟除的話，那以色列的安全程度當然提高，戰爭以色列會受點損失可以，但以色列經得起沒有問題了哈。所以雖然這些配備啊等等，重點還是我剛才講的，貝爾格勒大轟炸了70幾天。你能不能轟炸100天？有沒有這個本事？因為要很多很多的彈藥啊，很多很多的武器啊。那如果行的話，伊朗一定垮，伊朗這個神棍政權一定垮。那如果你轟炸不了100天，那就變成要不要來個第2次啊？這個就有一個橋的空間。但是除非伊朗願意怎麼樣，奉上不平等條約，我會合，我獻武，然後那我約束我的革命衛隊的這個控制範圍。他現在伊朗是用革命衛隊來控制這個國防軍，就像納粹用黨衛軍在控制德國國防軍一樣的道理啊！這個東西，這個鎖鏈只要被解除，國防軍一定會跳上政壇來政變取得政權，這是伊朗的傳統。好，所以我們看現在川普喊的最後的開戰倒數時間，做給伊朗的警告。那一方面也是針對伊朗的宣示哦，就看川普接下來的決心。那在伊朗的方面，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中俄的角色加進來，是有來自於 X 賬號特別做的披露，說伊朗跟俄羅斯已經互相達成了一個5億歐元的軍火協議。那《華爾街日報》也說，中俄伊3國計劃近期在荷姆茲海峽這邊舉行聯合軍演。特別注意到的是，在烏代德基地這邊，美軍數百名的美軍已經開始做撤離了。外界在說，主要就是因為擔心伊朗接下來會有這個彈道飛彈跟無人機的飽和攻擊。針對這些議題，尤其在中俄此刻的動作，呂艦長怎麼看？我們在過年前我們就講到啊，對於伊朗來講，它就是以拖待變；那對於美國來講，它就是等航空母艦。那也就是說呢，我們如果說看到航空母艦的動態的話，那我們講到2月9號的時候，其實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發現福特號它有其他的改變，但是我們看到布希號好像已經出發了。那但是如果說我們看到更近一點的，也就是2月17號的話，實際上來講，第一個先準備穿越直布羅陀海峽的，其實現在已經穿越了，也就是福特號。那但是布希號呢？那我們等着看今天晚上那個美國它這一個海軍的一個新那個學院它所公布的這個內容啊。但為什麼他們會派出這個航空母艦呢？其實這個最重要的，也就是它需要艦載機。艦載機的數量其實比它部署到現在我們看到約旦或者以色列的數量還要多，而且靈活。那我們講到說，這有關於10天到15天的這個期限呢，其實都是假的。那上一次川普也有給這一個伊朗時間呢，但是第2天就攻擊了，所以這一個完全是看什麼時候進入這一個福特號的攻擊圈內，他只要一進入，然後那個他相關的情資，然後有關於那個相關的
交戰準則一旦完成，馬上就會發動。那其實我們講到，對於伊朗來講啊，伊朗其實它一定不會無核化的。如果無核化的話，其實現在那個就像剛剛正元老師講的這一個神棍政權啊，他的這個首領哈米尼一樣活不下去。不相信的話，去看一下利比亞當初是怎麼樣。那至於說對於美國來講的話，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剛剛看到的都是航空母艦的部分，其實它有非常多的運輸機從美國本土出發，或者是從歐洲出發，都是不斷的加強以色列以及約旦的一個部署。這個也就是剛剛那個蔡正元老師特別講到的啊，你準備了多少彈藥？我們看到那個它的運輸機是非常頻繁的啊。那至於說啊，我們看到說剛剛最後有提到一個憤怒小貓，憤怒小貓就是針對的中國大陸以及俄羅斯來的。為什麼？因為我們看到這個裝備，它其實它是一個徵收的夾艙，它為什麼旁邊有2個白色的一個裝備？那個也是 sensor， 那個 sensor 是建構一個什麼？它可以接收米波雷達，因為其實現在可以完全接收米波雷達訊號的，也就只有憤怒小貓而已。那所以現在那個。五角大大說，這個 F-16已經準備帶着這個憤怒小貓前進到這個戰場了。也就是，如果中國大陸啟動了，或者是俄羅斯啟動了它的米波雷達，也就是它的電磁參數，一次都讓美國掌握。因為美國當初對於這個米波雷達只有從烏克蘭獲得。但是到底如何運用，或者現在進步的程度，美國並不了解。所以我們講到說，每一次的戰爭啊，我們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部分，但是對於大國來講，那個正是他們的這一些裝備角力的最佳時刻。好，這個是我們看到美國在外部針對伊朗做了極限施壓，但是內部我們也要來看到是不是它也影響到，希望能夠影響到內部的政權來做一個政權的更換呢？因為最新消息是美國的特使他說了，接受川普的一個指示，會會晤伊朗的前王儲。那剛好伊朗現在比較敏感的是，他的大學正在爆發反政府的示威，所以現在看起來一邊是會晤王儲，一邊內部有示威，是否現在美國透過外部勢力要推波助瀾，幫助伊朗來推翻他現在的政權？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他當然在內外都在用一些非軍事的方式，經濟制裁已經是幾十年了，然後呢，外交上的壓力，那同時內部的這種可能的鼓勵或者是滲透，我覺得大概都有，但大概都不會是太關鍵，因為在現在大学的示威大概只有幾百人。那個王儲呢，他在海外很支持，可是在伊朗內部呢，其實我們很難去判斷他是不是還有足夠的這個支持的力道。那因此，美國現在的確在思考，就是所謂的後哈梅尼時代是怎麼樣的一個方式。可是現在從美國的媒體看起來，我看各方面的報道，他們認為這個禮拜會先小打。也就是說會先這種教訓式的，然後呢，飛彈攻擊式的啊，去打一波。打一波之後呢，川普已經在問了，那這個時候為什麼伊朗不投降？他明知道已經撐不下去了，所以他大概知道伊朗等待你這個小打，看能不能撐得過去，然後是不是美伊之間會進行協議？那這個協議當然美國的要價就很高，伊朗是不是能夠去負擔？啊，不是只有核協議就會滿足的。美國基本上是要削弱哈梅尼政權的控制，然後呢，逐步的去瓦解，因為他知道這整個伊朗最後的關鍵，核是一個問題，但是呢，整個神權政權才是真正的關鍵。所以，可是你要去完全的去讓在這個時代，在這個時間點去產生就是政權更替那個代價可能很高。你光不知道你武器的庫存夠不夠，你產生的這個區域衝突會如何等等之類。都會有一些影響，所以他最好的方式，也許是認為說，先來小打，產生協議，讓伊朗整個神權政府這個削弱，然後呢，再做更替。可是這個話能不能夠真的那麼美好的去推動可能是不是川普最後還是需要一種蠻大規模的攻擊之後，伊朗政府才會真正的退讓？而伊朗政府，美國到底要伊朗政府只是退讓，還是說要伊朗政府立即的敗亡啊？他可能也在面臨到不斷的評估。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今天要持續來關心到的是川普的毒梟斬首大勝利，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墨西哥，等一下會來介紹這位號稱金髮男倒下，導致現在墨西哥自己的內部呢暴亂四起，美國打毒品的戰爭現在全面升級。好，趕快來看到，雖然川普的關稅戰踢到鐵板，但是呢，是否在打擊毒品戰場上面傳出的好消息，墨西哥的頭號毒梟呢被這個軍政府給襲擊身亡。他是誰呢？他是歐塞奎拉，墨西哥的頭號毒梟男，外號金髮男，遭到墨西哥軍方斬首行動，重傷不治，最後是身亡。那墨西哥的國防部也不諱言坦誠說，這當中有美國特別來提供輔助性的情資，所以這個斬首才可以勝利。美國國防部也持續的補充，他說確實啊，因為呢，在他們去年的時候有組成一個打擊毒梟的一個派遣的特遣部隊，成為這一次成功的最大幕後推手。但是沒有想到，我們看到這一位大毒梟倒下之後，現在墨西哥的暴亂四起哦，犯罪組織就是跟這一位有關的這些犯罪組織，現在正在展開大規模的這個報復行動，而且遍及到了墨西哥裡面8個州都在發生暴亂。現在呢，美國跟加拿大其實也蠻緊張的，他們呼籲公民趕快進行避難，直到暴動狀況完全的解除，因為現在整體的暴動都還在大規模的進行當中。這一位大毒梟被拿下是川普打擊毒品的大勝利嗎？但是這樣做就能解決美國現在內部毒品問題嗎？委員怎麼看？川普在委內瑞拉跟這一次的墨西哥的行動都是成功的，對於他未來的恢復聲望是有幫助的，但是你說要靠把這個大毒梟金髮男一下子處理掉的話，就能夠解決毒品問題，那也太樂觀了，因為在墨西哥，在哥倫比亞，他們的毒梟集團已經等於是一個游擊隊政權那麼大了，要處理這樣的一個大毒梟，全世界已經只有一個方法有效，就是杜特地戰略方案。杜特地是怎麼幹呢？反正授權警察、軍隊，只要在任何場合看到有人販毒，立刻開槍擊斃。对，只有這個辦法。菲律賓為什麼這個整個毒品問題大幅下降？就是這個辦法。據說他總共殺了幾萬個那個毒梟。大毒梟、小毒梟，那小毒梟被殺光了以後啊，你大毒梟也不敢賣，都躲起來了，跑路了哦。那現在墨西哥也只有這個方法能夠解決。那現在說很多毒梟，毒梟黑幫都滾在一起嘛。他們因為這個大毒梟被殺了以後呢，其他的這個小毒梟、中毒梟跑起來，在各個城市裡面造反啊，什麼燒公共設施啊，攻擊這個東西。你又不是沒軍隊啊，對不對？你軍隊開出來，通通把它幹掉就好了嘛。哦，就是你對這種毒梟集團絕對不能把它當人，要把它當牲畜啊來處理，你國家才會太平嘛。像中國的鴉片戰爭就是一個很慘烈的，因為大毒梟是英國軍隊啊，你要打不過他就吃癟了。是，所以對毒梟集團是要不能用人性的考慮來處理。那美國自己內部啊。他川普又沒有這個法律授權，可以叫警察直接對毒梟開槍。他對非法移民開槍是錯的，老百姓不能接受。可是你對毒梟開槍，是你美國很多的警察不敢做的事啊！這是現在問題了。那你這個 OK 了，我看過他的那個紀錄片，超有趣的。這個人好，毒梟還能夠當警察，警察又變成大毒梟。對，這個。墨西哥這個政府體制是真的有問題啊，那還好了，現在這個墨西哥總統啊，過去跟毒梟沒什麼特別的來往，然後也願意配合美國，所以看能不能從這個開始，至少是個好的開始，對川普也有聲望，然後一步一步川普如果不要把什麼 ICE 拿去搞那個什麼非法移民，殺死人你在美國殺死毒梟，你搞不好聲望更高。對，好，這個打
打倒這個金髮男毒梟，對於川普的聲望有所幫助。那對於墨西哥當地的毒品犯罪減少又有多少呢？等一下請呂艦長帶我們看。剛委員特別提到這個金髮男的背景我們也稍微來看一下，因為其實他是國際上大名鼎鼎的一個殘暴大毒梟。他出生的時候是在墨西哥山區一個貧困的村莊裡面，那年少時候幫助家裡面務農，成年之後他到美國去發展，結果在這邊涉毒被捕服刑，出獄後就被美國趕回到墨西哥。結果呢，他竟然後面如委員說了，成為警察。加入警察之後，他後來離開警界，又加入了販毒組織。最後他自立門戶，在此刻開始，他開始販賣人口、強迫勞動，並且向美國販售芬太尼，成為川普的頭號目標。那時候，美國政府曾經悬賞$1500萬，就是只要掌握到他的行蹤。那他做事情也非常的心狠手辣。2015年，軍方追捕他失敗之後，他就指揮他的手下殺害了24名的警察，公然挑釁墨西哥政府。现在他倒下了，对于墨西哥整體在毒品安全上面有沒有所提升？艦長怎麼看？其實如果我們來看美國所發布的這個2026的國家防衛戰略的時候，他在這裡面就講到其實他要打擊任何藏匿的毒品恐怖分子，他其實把毒品跟恐怖分子是劃為等號的那但是我們這樣講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一個在墨西哥各個城市所發生的大規模暴亂除了剛剛講到說有關於報復這個政府之外，其實最重要的是要奪權也就是老大已經被幹掉了，那誰是老大呢？那大家來耍狠，那最狠的就是老大嘛。那但是真正這個方法就可以解決美國的毒品問題嗎？這個根本一點辦法都沒有。為什麼？因為我們常常在講這個也就是價格是由供應跟需求雙方決定的。現在沒有供應了，但是需求還是維持，價格也就會上漲。那價格上漲的時候，那我們就講到說這個殺頭的生意有人做，江山代有才人出。所以我們就看到說，如果這個美國邊境到底的毒品，他們都是經由墨西哥的，這個是陸路的部分其實還有海路的部分，這個也就是當初川普集成各個的這種快艇，甚至還有半潛船，那個潛艇其實它只有一個很小的一個帆罩，但是一樣被美國的 Coast Guard 一樣逮捕。那其實我們就講到說，美國如果真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打墨西哥，或者是不是去打這一些海上的毒販，真正的解決方法就是你如何讓這一個對於毒品的需求減少，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好，所以那接下來川普打擊了這個重要的毒梟之後，他的下一步會是什麼？其實大家也在持續的關注下一個國家，他會不會要打的就是其他的南美洲國家呢？尤其是哥倫比亞。我們也稍微回顧他最近川普的動作，也就是打擊毒梟的動作。先是墨西哥，然後精準的給他們情報，打擊了這個金髮男。那先前還有委內瑞拉，川普出動了，包括了航母 F-35戰機，然後擊船了他們的運毒船，135人因此喪生。現在大家在看說是不是就是哥倫比亞成為下一個川普要整治的對象，尤其他先前曾經嗆過哥倫比亞的總統裴佐，說他掌控了古柯鹼工廠是大毒梟，那裴佐回嗆他是誹謗，結果呢雙方隔空互嗆了好幾個月。戲劇性的反轉是在2月初的時候，裴佐訪問白宮，兩人後來變成盟友，還一起打擊哥倫比亞的毒梟。接下來的下一個目標，毒品戰爭會是在哥倫比亞嗎？那這個會成為接下來川普的一個重要外交利器嗎？楊老師有怎麼看？我如果是川普的國安顧問當然希望不要太早被他給 fire 掉。我會建議他現在這個時間點，你在關稅戰上面受到了挫折，在國內的司法判決上、民意支持上，在未來的國會的競爭上，你就必須要在對外的政策上採取強硬的作為。所以你對伊朗要強硬，你對這個毒品戰爭要更強硬。因為毒品戰爭怎麼做，就一定會有吸引效果。所以一方面可以轉移焦點，另外一方面展現出你在對外事務上你這種硬漢的角色。
那同時呢，再回到這個關稅戰上面去表現出，其實我是在支持，在對美國經濟有幫助的作為。毒品戰爭，當然你會發現到它會對中南美洲的外交會產生很大的壓力，因為大部分的中南美洲的國家都要不然是生產毒品，要不然就是入境國，所以呢，這個國家在就是很強硬的毒品戰爭情況之下呢，尤其在這一次墨西哥它取得了這個成效，我覺得大家都會稍微更加的謹慎的面對美國的壓力。那第二個呢，它會對反移民的作為一定會加強，因為它一定可以把反移民的作為當中跟這個毒品的就是運送的途徑去做牽連，跟毒梟團體去做這個結合，他一定會這麼做。然後呢，來去沖淡，就是說反移民過程當中一些執行上面產生的一些人道的這些質疑啊，因為民主黨一定會把這個事情給擴大，所以呢，你要把反毒戰爭跟反移民啊要去做一個結合，那這個時候呢，你的 MAGA 的支持者就會回來支持你，因為大家對這個關稅的東西，或者是對經濟股市的東西，一般的支持者並不是感受這麼直接。所以呢，我覺得其實他如果接下來持續把毒品戰爭、反移民戰爭跟外交這3個層面，甚至對伊朗跟的強硬政策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是他可能在年底之前能夠扳回一城的機會。